大家好，是什么原因让这一波的牛市有别于以往，非常的不同？好，那其实做这支影片呢，也是要让这些持有现货或者是对于这个行情呢，还有一些踌躇的人呢，能够比较有信心可以从本质上去看待这一轮牛市它的起涨的一些关键点。好，那如果你也想掌握这波利润影片下方也有 Bybit 交易所连结，现在入金100U 会送你80U，那到3月底而已，大家要把握机会啦。OK， 那首先我们先跟大家更新一下以太坊的行情，今天收了这根周线，那其实它也是打到了一些我们说比较关键的位置，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前期的一些支撑阻力互换位，你把它画出来，那你可以看到这波周线的回落呢，也是踩在了这个支撑位之上，并且有这种放量收回的情况。那你再看一下前面的这根 K 线呢，你看它量能虽然跟前面的这个阳线是等齐的，但是你可以看到它干到的活呢，明显就没有前面的这根阳线来的这么样的厚实，它的整个地方也是把它收回去的动作。那再配合这一根 K 线来看，我们说整个这个上涨的趋势是还没有被破坏的。那还有一招，你可以用这个费波拉契，你就量度一下这个低点，好到这个高点的部分，你可以看到这个位置也差不多是踩在这个整个我们说半分位或者是1/2的这个位置，就出了这样子比较好的这种反弹的 K 线，所以整个这个形态呢，周线来看是没什么问题的。那再看一下小级别，我们说这个4小时级别在假日的时候是在下面做这种盘整那也不要以为假日的时候成交量比较低它就没有做到一些工作。你看这个地方第一轮的这边止跌的 K 线，我跟大家量度了一下打上去以后，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小小的头部位。那跌破之后，虽然出现这样比较连续性的量能，但是它的这个阴线也是越来越衰竭的，并且都是收这种长下影线的动作。那随后往上去顶了一下这个压力位，一轮回撤，再往上突破，你可以发现它的这个量能呢，少少的就把前面的这个头部把它占过去了。这个表示什么？表示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反抗，资金没有什么分歧，就把前面的这个头部位把它过掉了。所以这个地方确实我们说阶段性的变盘点，或者是说接下来要值得关注的地点就差不多是前面的这个突破点，你把它做一点延伸，看看有没有机会踩得住。那我相信呢还要再往上，那再结合这个周线级别、日线级别的观点，有机会把这个地方高点过掉以后，变成这种底高的趋势，那我相信以太坊呢就会有一定的行情了，好吗？好，接下来回到影片的重点，我们打开这个 USDT 点 D， 然后呢从这个低点开始往后做延伸。好，那为什么我们需要关注这一张图那其实就是因为每次这个 USDT 的价格呢打到关键位之后呢都会进行一定的反弹那它的逻辑呢就是每次比特币达到这种关键点位，大资金想要把比特币换成美金做这种出货的动作，所以呢一定的 USDT 会回流到市场里面那造成呢这个 USDT 的强势指数呢会往上升那在这个地方测试了一次，测试2次之后，我们说整段熊市达到15000点的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就打底了。那当然呢从这个 USDT 的角度来说就是它去做头了。好，那等到我们说整个这个资金在上面盘整了这个整个大资金吸筹完毕了以后，又把这个钱呢又换成比特币了，所以一路的这个 USDT 强势指数呢又开始往下跌了。那跌到哪里？跌到我们说这个地方又打到前面的这种关键位以后，差不多是比特币当时在73000的这个高点阶段性的高点一样，又做了这个反弹的动作。那我知道这个时候呢有些朋友会怎么想问题呢？可能呢这个73000会不会又要再套3年才会再来一波下一波的牛市等等。那其实我要跟大家分析的时候，第一个点你看前面的这些高点这里往上打第2次再往上突破它前面是完全没有压力位的，所以这个地方1次、2次、3次、4次就马上做这个熊市就开展那整个大资金在这里盘底以后再跌回来那其实这个地方都是十足强大的压力位。那再来第二个整个压力位在跌破以后也都进行了这种回踩的动作，所以我们说一轮的趋势在这个地方测试是非常健康的。那你说这个地方马上踩到就要再往上去创这个新高，说 USDT 又要去夺回它的霸权其实是有点不太现实的。所以说今天影片的重点跟大家谈为什么这一轮的牛市跟以前都不一样，原因就在这个地方。那我们看到接下来的加密货币市场还要走好的，我们就必须看到它这个地方它的反弹的力度不能够太强大，不能像前面的这个地方马上反弹就打到前高。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是它在这个地方继续去往趋势线去贴，并且都是走这种微弱的反弹。那贴打到一定的时间把它跌破，那我们相信整个力道呢真的是史诗级别的。我们说这个整个头部的形态也产生了，那整个这个资金的利用率从 USDT 的观点来说也都可以完全的都涌进这个市场里面，那一定也可以把我们加密货币的资产，不论是比特币还是其他的小币，都可以推到一个非常疯狂的境界。好，那这个呢就是从非常宏观的角度跟大家分享，大家一定会讨论牛市走到哪一个位置。那也希望这支影片呢也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比较客观跟宏观的观点，我们怎么样去分析现在比特币的概况。好，再回到比特币的价格图，其实我们要怎么把刚刚的知识运用在盘面上呢？那你可以把刚刚的那个地方稍微把它量多起来，我们说它有预期走这样子头肩顶的压力形态嘛。好，那达到这个低点，第一次的时候是在这个地方高点，那第2次的时候是在这个地方的位置，我之前有跟大家分析过了。那第3次我们说这个地方
打到了这个位置也是这个阶段性的高点。那后面的这一段是还没走出来的，但我认为呢，这个地方走出来的概率性极大。那如果真的把它跌破了，那你可以发现这里的形态其实就跟这里是反着来的。那整轮的我们说这个地方第一波打到顶之后，一轮的回调，在这个地方形成顶部区间嘛。那其实在比特币就是倒着来，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盘底的动作。那一轮的反弹以后，达到这个地方可能回落了，它在盘面就反着来嘛，达到高点以后再往下，那整轮这个地方还要再往上突破头。那整个从月线级别，它其实就是怎么样子，就是这样子，一轮的进攻，一轮的回踩，再突破，再回踩，还要再突破，并且呢，如果真的走出这样子相反的行情来看，那整轮我们说这边才只是它的第一轮进攻而已，整个这个头部位跌破以后，相信还有机会走出一模一样，在这个地方回调到多深，它就会走一段。那我们说这个价格呢，要怎么量度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从这个地方第一段涨上来以后，那达到了不知道它会回调到哪里的地方，再突破，一定会走一个这个会走了这样子，我们说这种1:1的进攻，至少呢这个第二段会大于等于这个第一段的进攻。那整个月线级别的攻势呢，很有可能在这一波回调之后就要展开了。好，所以呢，重点是这个中长期的仓位其实你现在开始布局还真不会算太晚，因为你再怎么样布局这个时间点你还是会比之后才进来这个市场的散户还要再早的。那当然这种波段性的高点你要去做空做这种对冲的行为我也不反对。那如果个人呢还没有这样子的技术的话，其实不做也罢，我们静静的等待着它一个回调的走势，那在一些关键点再把它抄回去。那我相信接下来的涨幅呢还是非常可观的。好，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如果任何问题请在影片下方或者是交流区里面来跟我留言啦。好，那公道砍盘面，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喽，拜拜。开封有国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江湖豪杰来相助，王朝和马